这一代 H6 的外观设计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哈弗称之为星河美学设计语言。相比前一代，车头中网换成了全新龙鳞中网，灯组也换成了更年轻的造型，整个前脸的布局隐隐约约像一个英文字母 H， 传递了 Home 的力量感、安全感和温暖感。外观确实比 CR-V 好看很多啊，更现代也更稳重。新一代 H6 的设计和以前国产车相比差别很大嘛？对，而且还可以选熏黑的轮毂和饰条。以前的那个镀铬饰条呢，确实显得有点不太年轻。你看现在这个外观，比 CR-V 年轻10岁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新一代 H6 的尺寸达到了4703×1886×1730，虽然车长和 CR-V 一样，但是宽高都大了一整圈。同级别更宽更高的乘用空间，可以带来更佳的乘坐体验以及存储空间。不仅有电动尾门，后排还支持4/6放倒，放倒后后备箱空间扩展到1485升。SUV 空间大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试试 CR-V 的。这差距还是挺明显的，而且新一代 H6 不光空间大，座椅的差距更大，填充物多，支撑性强，而且它的内饰用料更好，这软包覆盖率比 CR-V 高多了。哎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哈 ，CR-V 哪有软包啊？你看这儿都是硬塑料嘛。新一代哈弗 H6 不仅内饰用料在同价位的车里名列前茅，配置方面更是牙膏挤爆。换挡拨杆采用了怀档设计，让前排空间更通透，中岛储存空间更大，而且还搭配了50瓦无线快充。无线充电现在不是谁都有了吗？ CR-V 也有吧？低配没有啊，而且最高才2路啊。哦，20瓦，习惯了。哦，那座椅通风和加热呢？H6 它是前排座椅通风加热，而且是用的很少见的这种吹风和吸风共存的这种形式，就是下边吹上边吸。CR-V 呢就只有桌垫通风，所以说这车比 CR-V 的顶配还要顶。嗨，全靠同行衬托嘛。智能化一直是自主品牌的强项，长城当然也不落下风。新一代哈弗 H6 车机采用的最新的咖啡 OS2 操作系统，14.6英寸中控屏清晰细腻，搭配高算力车规级芯片，系统丝滑流畅。车机这块 CR-V 没得比，光看这屏幕就输了呀。不光是屏幕，长城的语音控制系统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，反应速度快，识别率高，而且还支持一语10译。你好，哈佛。我在。打开空调，风量最大，温度调到18度，关闭所有车窗，关闭遮阳帘，打开后备箱，导航到百子湾。你好，本田。打开空调，空调温度调至最低，风量调至最大，打开车窗，打开天窗。这不纯碾压局吗？对呀，而且我还没提 H6 这么多的第三方应用，还有车机手机互联，能同时支持 HiCar 和 SCCOA， 能覆盖大部分的安卓手机。而 CR-V 呢，就只支持 CarLife， 还没有第三方应用。唉，没能让 H6 使出全力，真是抱歉呀。新一代哈弗 H6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卖点，就是音响系统，搭载9个扬声器，相较于改款前增加重低音扬声器，低频下浅深，低音量感丰富，声场纵深感强，在这个价位的车型里实属优秀。我是木耳，我听不出来，我得对比一下才能知道。
别说木耳了，带助听器的都能听出来区别吧？哦，听出来了。H6的音响高音很高，低音很低，专业术语叫频响范围大。歌曲里面各个乐器，无论声音大还是声音小，都听得很清楚。专业术语叫动态范围广。CR-V 就糊成一片，低音也不足。专业术语叫听个响。哦，其实声音好坏不仅仅取决于音响本身，和车内的 NVH 静谧性也有很大关系。哈弗 H6 驾驶舱包围采用了多种复合吸音材料，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，新一代 H6 的车内噪音比 CR-V 低4分贝，而在80公里时速下的行驶的车内噪音也比 CR-V 低5分贝。我表弟其实就是看上 CR-V 的自适应巡航，H6有吗？那肯定啊，前阵子蓝山都支持 NOA 了 ，ACC 那还不轻而易举吗？而且 H6 不仅有 ACC， 还更安全，它配备了 AEB、开门预警、并线预警等所有的这些安全配置。智驾只是基本，安全才是核心。现在这国产车真是越做越好了，我回去跟我表弟好好说说，让他买成支持国产。哎，你这么说，我可不同意啊，并不是说必须要购买某个品牌才叫支持国产。那个我们靠冲动消费去支持国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而且现在的国产也不是以往的低质低价，而是真真正正的物美价廉。只有咱们每个人内心里去打破合资品牌的神圣光环，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品牌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支持国产。